在娱乐行业的聚光灯下，掌声与质疑往往并行不悖。谭松韵，这位以清新形象和自然表演走进大众视野的演员，也不可避免地站在了舆论的十字路口。当观众的期待不断提高，关于演技是否足够成熟的讨论开始出现，甚至一度成为舆论焦点。然而，比起外界的声音本身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面对这些声音时所采取的态度。他没有选择逃避，也没有急于反击，而是以一种近乎反直觉的方式，冷静、理性且克制地回应。这种态度在浮躁的环境中显得尤为难得，也成为他职业道路上的重要标签。许多艺人在面对质疑时，往往会陷入两种极端，要么选择沉默回避，要么情绪化反击。而谭松韵则走出了第三条路，他选择直面问题，但不被情绪牵引。他在多个场合表达过一个核心观点：批评并不一定是敌意，有时它只是另一种角度的反馈。因此，他会认真倾听观众和业内人士的意见，从中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并不试图为每一个不足辩解。他清楚地意识到，演员的成长本就伴随着试错与修正。正因如此，他将自我检视视为一种能力，而非负担。这种态度使他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。在综艺节目《演员的诞生》中，他曾面临一次极具代表性的挑战。当时，多位资深前辈对他的表演提出质疑，认为情感表达不够真实，甚至带有表面化的倾向。面对这样的评价，他没有急于辩解，也没有用激烈的语言维护自己，而是保持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冷静。他认真倾听每一条意见，神情专注，没有打断，也没有情绪波动。随后，他用一句简洁却坚定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：没有既定的剧本，只有认真的态度。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并不是辩解，而是一种宣言。他选择用行动证明自己，而不是用语言说服他人。这样的回应既保留了尊重，也展现了内心的坚定。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。但谭松韵却多次坦然表示，他对自己某些阶段的表演并不满意，甚至会给自己打出偏低的分数。这种自我评价并不是自我否定，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认知。他明白，只有看清问题，才有可能真正进步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。他将还有进步空间视为一种动力，而不是压力。他相信演员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不断修正、不断深化的过程。这种既清醒又乐观的态度，使他在面对批评时不至于动摇，也不会陷入盲目自信。谭松韵的娃娃脸一直是他的标志性特征，这种外形让他在出演青春题材角色时具有天然优势，也让观众对他产生亲切感。但他并没有将这种优势视为绝对的资本。相反，他清楚地认识到，这样的形象也可能成为限制。观众容易将他固定在某一类角色中，从而影响对他演技层次的判断。他曾坦言，希望能够突破这一局限，尝试更多成熟、复杂的角色。他渴望在角色中展现更丰富的情感层次，而不仅仅停留在可爱或清新的标签之中。此外，他也表达过希望能遇到一位真正指导他的老师，在专业层面给予更系统的帮助。这种主动寻求提升的姿态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职业自觉。如果将他的应对方式进行总结，可以提炼出3个清晰的原则。第一，自我反省，但不自卑。他愿意承认不足，但不会因此否定自己。他将批评转化为改进的方向，而不是情绪的负担。第二，坚持立场，但不对抗。他有自己的判断和目标，但不会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。他更倾向于用时间和作品去说明一切。第三，用作品回应，而非言语辩解。在他看来，演员最有力的表达方式始终是角色本身。任何解释都不如一次真实而有力量的表演更具说服力。这3点看似简单，却构成了一种极为稳健的职业策略，使他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始终保持节奏。在当今高度碎片化的舆论环境中，许多演员很容易被即时反馈所左右，
一部作品播出后，热搜、评分、评论如潮水般涌来，短时间内就能塑造一种成功或失败的叙事。然而，谭松韵显然没有被这种节奏牵引，他更像是站在时间轴之外的人，用更长远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职业路径。他深知演员这个职业的价值，并不取决于某一时刻的掌声，而在于是否能够持续输出有层次、有生命力的角色。因此，他对被认可的定义，并非一时的热度，而是观众在多年之后仍能记住他所塑造的人物。这种认知让他在面对短期评价时，能够保持一种适度距离，既不忽视，也不依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逐渐将外界的评价转化为一种筛选机制。他不会盲目接受所有声音，而是去分辨哪些批评真正触及专业本质，哪些只是情绪宣泄。当他捕捉到有价值的反馈时，会将其具体化为改进方向，例如在情绪表达的层次、人物动机的细腻度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训练。这种能力本质上是一种成熟的职业自我管理。他不再被动接受评价，而是主动利用评价来优化自己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原本可能成为压力的声音，反而成为他精进技艺的工具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逐渐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内在节奏，不因一时的赞誉而自满，也不因短暂的质疑而动摇。他选择用时间去积累厚度，用作品去沉淀价值。这种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的转变，使他的职业道路更加扎实，也更具长期竞争力。如果说有一种力量是在娱乐圈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难得的，那大概就是安静的坚定。谭松韵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。他不依赖高调的表达来证明自己，也不需要通过情绪化的回应来争取关注。他的选择是在持续的工作中一点一点构建属于自己的存在感。这种方式看似平缓，却极具韧性。在外界不断变化的评价体系中，很多人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急于翻盘，或因为一次成功而停滞不前。但他更像是在进行一场长期的自我打磨。每一个角色，每一次表演，都是他不断校准方向的过程。他的冷静并非源于冷漠，而是源于对自身节奏的掌控。他清楚地知道，真正的成长需要时间，也需要反复的试错。因此，他允许自己犯错，也允许自己慢慢进步。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，使他在面对压力时更加从容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坚定也并不是固执。他愿意倾听，也愿意调整，但始终保留对自我方向的判断。这种柔中带刚的状态，使他既不会被外界轻易左右，也不会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。从更深层来看，这种力量其实是一种内在秩序的体现。当一个人不再完全依赖外界评价来定义自己时，就会逐渐建立起稳定的自我认同。而一旦这种认同形成，外界的风浪再大，也难以真正动摇其核心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前行方式或许不够轰动，却更加持久。在时间的维度上，这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，往往比任何短暂的爆发都更有分量，也更值得被记住。感谢大家耐心观看本期内容。如果你也对演员成长、行业现象或人物故事感兴趣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与观点，让我们一起交流与探讨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